最近迷上看《开心农场》，里面那个慈母般的天使让他迷恋不已，还有各种讲给小朋友听的童话和单纯的道理。小布骂他净看这些没用的东西。他饺子是什么样的人物？那可是自打娘胎起就要谋杀亲妈征服世界的人，怎么会沉迷在这种幼儿动画片里呢？饺子冒着星星眼说，可怕是遗传的吧。皮特一大把年纪了，还沉迷 Kiss 组合的摇滚乐，路易斯还每天陪着他看，就好像在网吧里陪着男朋友玩游戏的小女生。皮特在最新一期的节目里得知 Kiss 要来东北部演出，再联想到袁哈镇就在东北部，经过3天3夜不懈的思索，皮特终于醒悟，他可以参加 Kiss 的现场演出了。皮特和路易斯特意化妆前去追星，要在外面疯玩整整5天。而饺子看到开心农场里孩子们说出自己的梦想，觉得他待在这个猪窝里注定一辈子没出息，他越想越气，于是愤然离家出走。不过半大的小孩外出闯荡，心里始终还是有点没底，于是傲娇的饺子留了张纸条给负责看护他的小布，表示自己要单飞了。不过伦敦的天气有点冷，他把外套忘在家里了。小布看了最后终于醒悟过来，急得赶紧往机场跑。饺子学着一口瘪足的英伦腔混进了去伦敦的飞机。小布赶到要拉他回家时，飞机已经起飞了。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陪着饺子离家出走，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。饺子安慰他说，等到了伦敦，遍地都是灯红酒绿和花姑娘，保证让他哟西哟西。没成想两人一下飞机一瞧，满眼望去遍地黄沙，发现他们居然被送到了中东。伦敦遥遥相隔几千里，两人包里又没有多少钱，这下真要开始环游世界了。他们在街上转了一圈，发现有人在卖骆驼，于是心生一计，当街卖艺表演起了大漂亮国的攒劲儿节目。趁着人们看得入迷的时候，他们跳上一匹骆驼就跑。等卖骆驼的商人反应过来时，俩人已经扬长而去。不幸的是，他们在沙漠里迷了路，没有食物和水，最后连骆驼都累死了。出太阳时，沙漠能把人活活晒死，到了晚上，瞬间又骤降至零下。为了多苟活一段时间，小布模仿那些荒野求生达人，让饺子剖开骆驼的肚子钻进去，把饺子恶心的直趴在骆驼的肺叶上吐。小布刚打算挤进去，就看到不远处有一家旅店。饺子这时候真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，他妈的白遭罪了呀！俩人靠着兜里那一点钱，在旅店里吃饱喝足，并又开始考虑回家的问题。正巧店外有个手热气球摊子的人，他们麻溜的偷走上了天，开始了环行世界之旅。他们路过罗马时，恰好将正准备向教徒们讲话的教皇从塔顶上拖了下来。俩人用完飞行载具又赶火车，因为饺子坚持必须去参观完开心农场才肯跟小布回家，他们只好绕一大圈先去慕尼黑。但饺子终于到了开心农场，搓着小手兴奋的准备追星时，却发现动画片里那个慈母般的天使其实是个嗜烟如命、脾气暴躁的大妈。饺子顿时幻灭了，哭唧唧地说，原来动画片里都是骗人的。小布连忙拍拍他的肩膀安慰说，咱们回家往路易斯的鞋里撒尿吧。另一边，皮特和路易斯在 Kiss 演唱会现场玩的超级嗨。皮特这造型不得不说真像个大妈，而且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居然还撞见格里芬夫妇这对裸体主义者。皮特和格里芬就谁才是最硬核的 Kiss 粉丝开始了问答大 PK， 他们对 Kiss 成员的情报事无巨细，全都了如指掌，比对自个儿还了解。然而路易斯在演唱会上时却露出了马脚，皮特这才发现他其实并不是 Kiss 的狂热粉，顿时心火上涌，觉得自己被欺骗了。路易斯承认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做都是为了迎合皮特，让他觉得自己老婆也很酷。反正皮特对这事耿耿于怀。他们吵吵闹闹的钻进餐厅时，正遇见卸了妆的 Kiss 成员们。路易斯认出了其中那个 Gene Simmons 是他的前男友，他兴奋地和这人搭讪。不得不说，路易斯年轻时真是个传奇，浪妹路易斯的大名 Kiss 成员们都有所耳闻。叙谈了一番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皮特对路易斯的态度大变，认为他酷到爆炸。更让他自豪的是，他老婆和 Kiss 成员他心目中的神上过床，这个牛他能吹一辈子。本集的恶搞之家比较特别，剧组从读者来信中挑了3个最有意思的点子，分成3个单元剧来讲。第一个点子，灯神与愿望。当皮特从啤酒瓶里开出了灯神，并且可以满足3个愿望时，平静的生活忽然被打破了。皮特许愿说他希望拥有自己的 BGM， 灯神一个响指，皮特发现他走动时周围就会有音乐，随着他的动作和遭遇，或轻松或高亢或悲伤。这个好玩的超能力相当于把皮特变成了行走的抖音。反抖音外放协会的急先锋立即找上门来，一个肌肉大哥在公交车上向皮特扰民，表示要把他全身的
的骨头都揍断。皮特吓得赶紧说：“我希望自己没有骨头。”然后啪的一声，他变成了一坨史莱姆，吓得满车乘客夺路而逃。变成史莱姆后，皮特的生活一开始还有点乐子，但渐渐的他变成了家人的负担，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，还得每天伺候皮特洗12次澡，这哪受得了？皮特很后悔把第一个愿望浪费在看明星八卦上，现在变都变不回来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他遇到了一名正在搞增骨研究的医生，最后好歹把皮特拼成了半原状，但代价是家人们都献出了部分骨头，皮特一家变成了齐心种一家。第二个点子，核污染和超能力。一辆满载核废水的货车忽然在皮特家门口翻了，将猝不及防的家人们淋了个遍。饺子的脑袋瞬间变成了3鹿的形状，然后他集中注意力一瞪，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就拔地而起。饺子惊喜地发现自己获得了一年汉物的超能力，而克瑞斯变成了复仇烈焰，小布变成了闪电侠，皮特能够随意变形，路易斯习得了大力神功。至于梅根，只是让指甲变长。路易斯开了个家庭会议，约定大家不会了满足私欲，滥用自己的超能力。不过这种君子协议是最靠不住的，饺子回头就在超市里零元购。路易斯在堵车的时候路怒症发作，直接扛着自家的车过马路。梅根和皮特逛街的时候看到正在追的男星海报，于是缠着皮特帮他搞爱豆的发型。皮特现在可是百变星君，干这种事容易得很。他变成那位爱豆的熟人，直接扑哧一下给别人剃成了地中海。小布在酒吧里用闪电身法偷酒喝，喝醉了就开始调戏良家妇女。克瑞斯翻开他的仇人小本本，在学校里挨个报复回去，将学校化成了一片火海。皮特一家的肆意妄为很快引起了人们的警惕，市长召开会议，号召人们联合起来反抗。皮特一家冲进会议厅挑衅，皮特变成恐龙威胁大家，在市中心广场按他的要求建造雕像。看着皮特一家张狂的模样，人们愤愤不平。市长决定身先士卒，跳进核废料池里泡个澡，试试能不能也获得超能力。不幸的是，他只得了淋巴癌，虽然能够治好，但也够呛了。皮特一家得知此事后，跑到医院去看望市长，反省说他们之前确实沉迷在自己的力量里了。为了补偿市长，皮特特意变成美人蜜桃臀给他当枕头。第三个点子，子贡像恶搞之家。当所有人都变成了小鬼头，皮特和朋友们上起了学前班。然后有一天，他遇到了转校生路易斯，瞬间坠入了爱河。他和倭瓜男挣扎在路易斯面前表现自己，闹着闹着，俩人赌起来了，去小黑祖上的老城堡试胆。路易斯还火上浇油说，谁敢去城堡里冒险，谁就是最勇敢的男生。一听到这话，皮特和倭瓜男鼓起勇气，硬着头皮要往城堡里钻。小龅牙叔劝他们说，传言那里闹鬼闹得很凶，为了添点阳气，乔、市长、小黑和小布都来凑热闹。他们兵分两路，皮特一伙发现一副中世纪骑士铠甲，倭瓜男一伙叠罗汉披上床单，想吓一吓对方。不想他们却不约而同的看到了真的幽灵之影，这帮小屁孩差点吓尿了。仓皇逃进一间破木屋里，发现里面有一个长得很像电视的纸箱子，两位小新闻主持人在里面玩新闻过家家。皮特等人还真信了，其实幽灵就是这两个人用投影灯搞出来故意吓人的。第二天，皮特和倭瓜男去找路易斯，路易斯表示他现在对勇气不感兴趣了，更喜欢脑子最聪明的男生，比如识破了新闻主持人伎俩的龅牙。皮特和倭瓜男恼羞成怒，从此以后对女人敬而远之。他们把女人纠缠的时间拿去经商，多年以后成为了最富有的商人。要问饥渴了咋办？俩人相顾，露出荡漾的笑容。